中国推进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人又感到焦虑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期关于中国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合作不断传来喜讯，同时呢，也刺激着美国人的神经。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华盛顿注意到中国正试图在全球各地扩大影响力，中国的做法不利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变，沙特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中国领导人的这次中东之行有两大成果，一是推动与沙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中方把发展对沙特的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步棋。中国与沙特的全面合作还涉及中沙石油交易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问题。如果这件事能够有所推进，又将是对石油美元霸权的重要一击。二是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沙特、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和阿联酋的合作，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航空、文化等领域，这也是美国人根本玩不起也比不了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与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战略竞争呢？其实双方并不存在直接的替代关系，而是各行其事。首先，中国与沙特的关系明显加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有所提升，有助于推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经贸、能源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与美国在该地区强调以军事战略安全为主的战略并没有直接冲突，只不过当地的有些国家会慢慢的不听美国的话，不过这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其次，中国没有提出一项在中东地区替代美国的计划，也不需要这么做。美国通过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并通过战争和利用区域国家之间的矛盾玩离岸制衡，这种玩法在历史上对维持美国和美元的霸权非常有效，但在美国准备从中东撤出军事力量用于其他地区时，就会出现影响力衰落的情况。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既有发动战争时的破坏作用，也有一定的维持区域相对稳定的作用，而中国在中东的最大利益就是安全稳定，所以中国会支持中东国家外交独立自主，但是对美军在中东的存在并不感冒，但只要不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战略合作就行。最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加深，美国肯定会感到非常难受，但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办法来实施干扰。未来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破坏手段和行动，这是需要我们保持警惕的。中国不直接介入区域安全和政治局势，其好处就是一直处于超然地位，能与所有国家展开经济、科技、文化甚至是军贸合作。比如沙特与伊朗是敌对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基于中国不输出安全战略，美国想与中国竞争，只能与相关国家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而美国与中东现在都是能源出口国，双方属于竞争关系。相反，中国与中东在能源和基建方面是互补的关系，所以美国面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现在还缺少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果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破坏，只会让中东国家进一步远离美国。总体而言，中国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完全不同，双方的确存在着竞争，但是又没有明显的冲突。美国会感到焦虑，但是目前又找不到什么好办法。道理很简单，当今世界是一个以发展为主题的世界，美国靠煽动战争、发动战争等军事安全战略维持其全球霸权，慢慢不管用了，而中国则逐渐成为这些国家谋求发展的新选择。所以中东国家在慢慢的远离美国，而不是中国要替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个道理该懂的都懂。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